有人会问我，你是不是有学校推荐名额？我之前也是有听说，那个最靠近新加坡是有校长保送的，很多人连自己被拒绝了都不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讯。今天要来拍影片呢，是我几乎每一天都会收到的询问：如何申请 NUS 新加坡国立大学？我终于要来拍了。不好意思，拖到现在。不过现在呢，刚好就是申请大学的时候了。至少以统考生申请 NUS 来说，我要非常强调一个日期，就是每一年的1月1号。没有错，1月1号真的超重要哦。它就是每一年申请 NUS 的截止日期，申请的 deadline 啦。就算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统考已经延期到12月尾才考完，它还是没有变，照样还是1月1号哦。所以大家不要考到忘记。按之前平时的时间线来说，我是会等到12月中得到统考成绩了，才拿来报考 NUS 的。那么很多人问我 ，SBM 可以申请 NUS 吗？其实马来西亚人来这里的主要渠道呢，就有 SDPM、A-Level、OSMED，IB 的话我不确定。然后因为 SBM 它算是 O Level 的标准，所以你需要读了一个 Pre-U， 你才能来申请 NUS 的 Undergraduate 的。那么这个影片呢，我主要会以一个国际生、统考生的角度出发啦，跟你们分享申请 NUS 的重要程序，如何拿到discount 学费，还有全免奖学金，英文能力要求，什么时候会收到面试，还有录取的通知和结果，然后申请的漏洞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哦。Let's start。其实我觉得 NUS 申请程序真的是很简单的，相对于其他国家大学来说，然后你不需要什么机构推荐啊，或者是 agent 帮忙，然后也没有 agent 会帮啊。Then 你只要来到这里 NUS admission 的 page， 你直接点 apply now， 然后滑下来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这里，然后找到你的文凭，比如统考的话就是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 点进去。就会有一个申请表格，然后你需要填14个部分的资料。一开始就是最基本的个人信息啊、联络方式、学术文凭那些，然后还有输入你的中学，然后输入你的各科成绩的 grade。英语的部分我使用的是 SBM 的 Triple19直接申请了，然后你 Triple19只要有 C6 以上的成绩就可以直接用来报读 NUS 了。然后如果没有 Triple19的话，也可以用 IELTS。Band 6.5的成绩去申请，这边来哦，就是获奖记录，它只给你填3个，而且第一个呢，它选项就只有 International Olympiads， 所以如果你不是 Olympiads 的 medalist， 你就完全不能去填写。所以 for 我的话，我就只能填下面2个选项，就只能选出好像我最高的记录啊，那种全国冠军之类的。然后下面就是2000 characters 的 personal statement。所以是接近400个英文字啦，然后超数字数的话，你这个 form 是完全不能submit到的，它的系统会不给你submit。then 问题就来了，那么呢，上面只可以填2到3个奖项，然后而且 NUS 它允许我呈交的文件呢，就其实只有4个，一个就是统考成绩单、高3成绩单、英文 Triple19 成绩，还有 passport 护照。所以呢，就算我曾经参加无数的活动和比赛，就算我的文凭有差不多100张，也完全也不能提交给他看。还有校长推荐信呢、班导师推荐信，全部也是不会被考虑的。所以只能透过下面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 区400个英文字的精华去展现你自己。这个是我觉得最难、最挑战性的部分啦，因为大家成绩也不会太差嘛，所以关键就看你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 你怎样 stand out 哦，让他去选你。当然你也不能用文字乱吹啊，因为当你来到 NUS 之后呢，他是会要求你把你所有 hard copy、original hard copy 的文凭都带来，然后他就会去检查你的每个文凭啊，还有资料那些。之后需要提交文件呢，它会有一个 checklist 给你检查，所以就是我刚才说4个申请文件哦，除非你有 International Size Olympiads 的文凭就可以放进去，或者是特别疾病的 medical report， 还有犯罪的 criminal record 而已。接下来就是可以填你的志愿啦，去 rank 5个你要的科系它的优先顺序，然后下一个如果你要申请double degree、double major 或者是 minor 的话，也是可以在这里直接选。然后如果你还不确定要不要拿
然后要拿什么 second major 或者是 minor 的话，然后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兼顾得到，你可以先不用选先，因为 second major 或者是 minor 它都是几乎可以入学之后，或者是你每个学期都去申请的。然后如果你万一兼顾不到的话，也是可以直接 drop 下来。然后来到这里 NUS 之后，其实学长姐他们就问我，当时填哪5个志愿，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其实我填一个吧，就是我现在读的啦，就是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ccountancy。然后他们就吓到啊，就讲很 risky， 所以就建议的话还是放多一点哦。接下来呢，有兴趣讲助学金的就接在这个financial aid这里先点 yes， 然后点了之后也不代表有啊，就之后你再去 NUS 官网去找那些符合申请资格的financial aid 那些。接下来第13项很重要，就是 tuition grant， 然后这个是你获得奖学金的优先条件。tuition grant 就是新加坡政府一个非常特别的学费减免啦，你申请了都是可以拿到的。通常啊，大部分的情况下，它会 subsidize 你学费1/3到1半，所以是非常多了。然后条件只是你毕业之后，你留在新加坡工作3年，然后它就其他之外没有什么限制了。然后你必须有了这个 tuition grant 才能被 NUS 奖学金考虑，所以真的是超级重要了。刚才我就有提到说，我的英文成绩呢是用 SPM 319的成绩去申请的。当然，还有其他的选择啊，就是好像 IELTS Band 6.5，然后 MUIT、托福还有 Cambridge 都是可以的。只是因为好像申请的 deadline 是1月1号嘛，那如果你统考12月完了之后你才去考的话，就已经是下一年1月之后你才拿到成绩了。那么这个要怎样申请哦？就是你先照样申请 NUS 先，然后你之后你再去补交。可是当你跟那个 Office of Admissions 沟通，email 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清楚的先讲好。The application will be considered subject to vacancies available， 就是会相对的冒险啦，就是好像会出现更多变动的因素啊。所以呢，在这个方面的话，建议你们就是尽早把这块处理好。那么以今年统考已经延期的情况来说呢，目前最新消息是申请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NUS 官方目前也没有表示说他在这方面提交英文成绩方面会通融啊，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新消息啦，最多只能像我之前的朋友他们的申请方式就是这样子哦，就是之后再补交。然后我最近也是有帮忙在问这一方面，然后有消息后我再 update 你们。几时会得到那个入学的 offer 录取通知？其实这个没有一个确切的period。那么官网写的是统考生 estimated application outcome 是在 mid May。那么我自己呢，就是很刚好在5月尾才收到这个 offer， 所以其实那时候等了5个月，只是没有结果，真是超级紧张了。然后其实我们也不确定它到底是分 batch 录取还是怎样排，因为呢其实有一些的朋友统考了，他们在1月就拿到 offer 了，或者是 scholarship interview， 那么好像只有1-2个是在4月，然后大部分还是5月中5月尾这样子。那么每一年 NUS 正式开课就是8月头，所以从7月开始我们就会准备入学啊，然后可以参加很多的 orientation camp。然后我有朋友是参加了10个 orientation camp， 这是超多的。然后它不像 NDU 这样子这样快，就是你在2-3月，大概新年之后你就收到这个录取消息了。所以呢，之后关于那个面试问题还有奖学金的 interview， 全部我会在下一个影片再跟你们详细讲解。很多人问我 NUS 难进吗？到底要考到怎样的成绩？毕竟官网写的呢只是 a good pass in at least 5 subjects， 所以到底是 pass 还是什么？到底要几个 A 才能进到呢？其实这个我真是有点回答不上来，因为我们每次我们问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找不到那个标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名校真的是没有特定的标准，它更多的是看你个人的整体表现。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被 NDU 拒绝，就是完全没有被录取，可是他获得 NUS 的全免全额奖学金。我之前也是有听人家讲过，你的统考呢没有全 A 就直接不用申请 NUS 了。But 我的朋友啊，大家也不是每个都全 A 啊，就是
有些人也是会有1、2个 B 这样子。那么呢，其实有些人会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学校推荐的？然后我也是有听说过，最靠近新加坡的宽容是有保送名额，有校长保送。那么不管是我新宽还是古宽，其实都没有这些推荐名额，就是要全靠自己。然后因为 NUS 是政府大学嘛，所以呢，其实也没有 agent 会帮你做手续的那一部分哦，就是全靠自己也是。其实它的系统真的是很方便、很简单。而且每一个 step 它都会 email 告诉你现在需要做什么，怎样做，几时开始申请宿舍，几时开始做学生证等等。然后原来我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然后再来申请的费用呢，只有20新币，只需要20新币。我觉得对于相比来清华大学那种500块人民币是有很大差别啦。所以呢，我就觉得你们敢去申请罢了，而且就只需要1封的 personal statement 嘛，然后你就去申请吧，然后说不定你会有意外的惊喜耶。申请 NUS 有什么是很多人不知道呢？就是如何知道自己被拒绝录取，怎样才算 reject 呢？那么我刚才就讲到，我是5月尾才收到这个录取结果的，然后我来了才发现，很多朋友的朋友，他们都是完全没有消息的被拒绝，直到 NUS 正式开课了，然后你都完全没有收到什么录取结果，到底是 accept or reject？NUS 他是这样子，就是他拒绝他也不会跟你讲，或可能在大家7月入学了，然后你才发现到你自己被拒绝了。OK， 其实我今天会拍这个影片很大一个原因呢，就是其实我算是今年 NUS 新生里面唯一一个来自槟城读中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人跟我一起申请啊，然后也几乎没有学长姐可以询问详情，所以我就不希望大家像那时候的我一样无助。最后遇到问题可以找谁呢？第一个就是 NUS 官方的 Office of Admission 啦，那么你只要 email 给他们，他们都会很快回复的。就是以前我问的东西的话，就是另外一天都会收到回复了，基本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最亲民的 NUS AMSISA 流星大马读中生联谊会，他们呢就好像我家人这样子哦。所以你们有问题的话，就快点去 Facebook page 啊，或者是他们的 Instagram 找他们问，然后也可以 follow 他们的 Instagram， 就是他们学长姐都会 update 你，好像疫情期间申请 NUS 的变化啊，如何入境新加坡，还有教你怎样考入学英文试哦，还有带你认识在新加坡的第一批家人朋友，去接你的飞机啊，带你买电话卡，还有生活用品等等的，还有放假的时候带你去玩。所以如果你想要明年去 NUS 的话，是我去接机的话，你就努力来成为我的学弟妹吧。我们下次见，拜拜。